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穿着传世云锦参加慈善晚宴，江家大小姐故意将红酒泼在上面，还恶意剪了一刀。哎呀，穿的什么玩意儿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手抖了。我找他理论，却被讽刺嘲笑，不就是一件破衣服吗？还想趁机讹钱？算了，本小姐心情好，赏给你了。我那好男友连忙献殷勤，表示愿意帮大小姐出这个钱，感谢她帮忙看清了我。我冷笑一声，行吧，这破衣服也就价值8位数，请问你们是现金还是刷卡？为了满足师母的心愿，我穿着她制作的传世云锦出席了慈善晚宴。当我穿着这件寸锦寸金的云锦进入晚会的时候，一个充满不屑的声音传了过来：白清理，你已经落魄到这种地步了吗？你瞧瞧，你穿的这是啥？你以为就凭你穿的这种 rubbish 就能获得善款，和老太太穿的一样，不伦不类的，真的很 low 哎！自从我抢了他校花的宝座后，他就处处找我的茬。我看了一眼江心月，她穿着一套欧洲宫廷重宫连衣裙，她是绝对的外国文化推崇者。这种场合，她自然是不会穿任何带有中国元素的东西的。我不想与她争吵，毕竟这不是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。我转身想走，结果江心月直接拦住了我的去路。白清理，我在和你说话呢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这场慈善晚宴邀请的都不是普通人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该不会是偷偷溜进来的吧？我是云锦第5代传人霍云的关门弟子，我这次穿着就是他的传世之作。师母一辈子都在为慈善而努力着，为了满足师母的心愿，我穿着这身衣服前来慈善晚宴的。希望募捐一笔善款，用来改善贫困儿童的生活。我的师母从小就告诉我，不论遇到什么事，一定要藏拙，所以我从小到大都很低调，甚至从没有和任何人透露过关于我个人的信息。因此，别人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学生。我穿的这件霓裳是用特殊的针线缝制，在强光照射下会呈现出五彩的光芒，绚烂夺目，宛如天上的云彩一般。因为现在的灯光不够亮，所以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奇特之处。所有的云锦都是纯手工制作的，一件需要花费几年甚至10几年的时间，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。我看了江心月一眼，不打算和他有过多的交流。他能说出刚才那番话，说明根本不识货。然而我这番冷处理却惹怒了他。江心月当即发难：白清理，你是聋子吗？竟然敢不把我放在眼里！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，惹我有什么后果。说完，他拿起一杯红酒，直接泼洒在我的头上。刹那间，褐色的红酒从我头上流到了我的云锦上。我顾不得自己头发的污渍，慌忙地用纸巾擦拭着身上的云锦。江心月，你疯了吗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江心月得意的双手交叉，我就看不惯你装逼的样子，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一件衣服就紧张成这样。我红着脸低声吼道：你擦亮你的眼睛看看，这可不是普通的衣服，云锦是世界非遗面料，4大名锦之首，用它制作的衣物价值更加无法用金钱来衡量。我话还没说完，我男友许四站了出来：白清理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的意思是说江大小姐不识货吗？我命令你赶紧和江大小姐道歉。我定定地看着许四：许四，你凭什么这么和我说话？许四高傲地抬起了头：凭我是你的男朋友，男人是天，懂吗？再说了，你的就是我的，
衣服脏了就算了，又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给气笑了，他是怎样的精神状态，才能如此厚颜无耻说出这番话的？我不屑地看了他一眼。很好，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分手了。还有，江心月，损坏了我的衣服，你就没有任何一句道歉吗？江心月眉头一皱，气急败坏地向我走来。道歉？我凭什么道歉？就你身上的这件衣服，就算我把它毁了，那又如何？他说完，不知道从哪里变出来一把剪刀，趁我不注意，直接在泥肠上剪了一个口子。冰凉的触感激起阵阵鸡皮疙瘩，凉得我一哆嗦。这件泥肠师母花了10几年功夫精心制作的，用上好的云锦制成，十分珍贵。要不是今天的慈善晚宴，师母根本不会让我将它穿出来。我连忙护住自己的衣服，防止它再受伤害。江心月，我要报警！江心月听了，扑哧一下就笑了出来。白清理，你没毛病吧？这不就是一件破衣服吗？还用得着报警？吓唬谁呢你？这时候，许四也站了出来。白清理，你丢不丢人啊？你这么大呼小叫干什么？新月又不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新月可是江家的大小姐，你报警了，到时候传出去，对你的名声可不好啊！真是可笑。许四，你说这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悠悠地开口。你想想，江新月可是江家大小姐，家里什么名贵衣服没有？你说你要报警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这传出去，不正好说明你是个见财起意的小人了？说完，他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，挺起了自己的腰杆。你这破衣服多少钱？我帮江大小姐赔了1万，够不够？我气笑了。这个许四，平时一天到晚在我这里装穷，连买个早饭都要想尽办法让我付钱，为了在他的女神面前装逼，竟然说出这么可笑的话。看来平时自己没少存私房钱啊。我扫视了他们一眼，行吧，不报警也行。这衣服吧，也不贵，也就价值8位数。请问你是现金还是刷卡？江新月睁大了眼睛。白清理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就这破衣服还8位数，你咋不去抢呢？许四也指着我破口大骂，你这样子和乞丐有什么区别？能不能别这么丢人？来来来，我们每个人给你施舍10块钱吧，就当援助乞丐了。我冷眼看着他们2个，你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博物馆级别的云锦，而这件更是云锦大师霍云的传世之作，市面价值就是8位数以上。江新月不屑地瞅了我一眼，现在讹人的手段这么低了吗？我是不是可以随便找个衣服就说是大师做的呀？有种你把霍云叫出来，不然我才不信霍云大师的衣服会穿在你的身上。霍云在圈内早就已经隐退，所以他认定霍云并不可能在此时出现。在场的其他人开始纷纷议论，如果真的是霍云大师的作品，那这个小姑娘没有乱说，按照市场价可是要8位数了呀。看这衣服的面料、针线、手法，确实有点像霍大师的作品啊。江新月听了其他人的评论后，气急败坏地吼道：你们懂什么呀？现在科技那么发达，想要什么样的仿品没有啊？再说了，如果这衣服真的那么珍贵，他怎么可能穿出来溜达？看着师母的心血被我糟蹋成这样，还要被诬陷，我浑身止不住的抖动，眼泪也不停眼眶里打转。江新月得意地朝我走来，哟，还装上了。果然啊，小贱人都是一个路子的，哭哭啼啼的装可怜。这样吧，我给你100万，到时候你就带着你的那件破衣服，像狗一样给我爬出宴会厅去，怎么样？我气得浑身发抖，上去想给江新月一巴掌，结果被许四一把抓住。
白清理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新月那么柔弱，你把她打疼了怎么办？我算看透了许四的真面目了，我也懒得和他们继续掰扯，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，和警察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。因为是价值8位数的云锦受损，警方很快就到了。这位女士，您损坏的确实是价值高昂的云锦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您需要跟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位女士，请问您听清楚了吗？需要我们再重复一遍吗？蠢货，我在问你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江氏集团的大小姐江新月。警察眉头皱了起来。云锦是非遗文化，这位女士身上穿的更是云锦中的精品，现在遭受损坏，艺术损失不可估量。麻烦你好好配合我们，否则后果就比较严重了。许四突然间冲了出来。白清理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连警察都骗！你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这衣服怎么可能价值那么高？我无语的了个白眼，这对蠢男蠢女已经没救了。外面怎么这么吵呢？这时候，这次慈善晚会的创办人，江氏集团的实际控制人，也是社会地位极高的江老夫人出来了。江新月立马扑倒他顾老夫人的怀里。奶奶，有个贱人欺负我。老夫人慈爱地摸了摸他的头。怎么了？谁惹我们的月月不开心了？江新月得意地笑了，他指了指我，就是这个野丫头。他居然说他穿的是霍云大师亲手做的云锦，还说要我赔8位数，简直是诈骗犯。许四也点头哈腰地凑了上去。江老夫人，你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您可以叫我小许，我是新月的同学，我可以替月月证明，就是这个泼妇在无理取闹，如果污了您的眼睛，要不我现在就把她赶出去。看着许四趋炎附势的样子，将想要攀高枝的嘴脸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老夫人看了他一眼，并没有说话，而是径直向我走来。我礼貌地朝着老夫人鞠了一躬。江老夫人，让您见笑了。她看着我身上的衣服，端详了好久，然后颤颤巍巍地问：这真的是霍云亲手做的吗？我点了点头。这件衣服正是霍云大师亲手制作而成，这上面的每一寸都是专门金丝、银线、孔雀羽绒纯手工做的，非常珍贵。这也是他归隐前做的最后一件云锦了，文化价值更是难以估量。老夫人眼泪突然湿润起来，一边默念着“好啊，好啊”，一边仔细端详我身上的云锦。结果我被江新月一把推开，一个踉跄，差点没站住。奶奶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这个白清理可会骗人了，他就是骗你的。江老夫人却不为所动，她激动地握住我的手。我不相信霍云的云锦会穿在一个等闲之辈的身上。好孩子，你去看看能不能将这衣服修复。至于赔偿，我们江家言而有信，不会少你1分钱的。我点点头，答应了。江老夫人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名望，我相信她不会食言的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将这件云锦修复好，因为云锦虽然被剪了一道，好在不是很大，还是有很大可能完好如初的。我不能让师母的心血毁于一旦。我向学校请了假，亲自将云锦送回了师母所在的织造局。可惜的是，师母那时候不在，不然我肯定要好好和她吐槽吐槽。在路上的时候，我就火速拉黑了许四所有的方式。人总会看有眼，尤其是这种人狗难分的东西。现在我的心里只有那件被毁损的云锦。至于那2个渣男贱女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还有的代价。这天我刚回到寝室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室友就急冲冲地跑到我面前：清理，你出名了，不过是黑红，
说完，他就给我看了一篇向内网的帖子，标题为假慈善真讹人，论千万姐的假意人生。点开一看，里面掐头去尾放着我那天要江新月赔偿的视频。行吧，不报警也行。这衣服吧，也不贵，也就价值8位数。请问你是现金还是刷卡？你不懂，我不怪你，只能说你不识货。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博物馆级别的云锦，而这件是云锦大师霍云的传世之作，价格更是不菲，市面价值就是8位数以上。正文内容无非就是说我穿着一件假的云锦，冒充霍云大师的作品，然后故意用来讹江大小姐8位数的赔偿款。帖主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千万姐，还有一个热心群众爆料说看到我和一个男人走在一起，还热情地贴上了照片为证。照片里是我和一个男人在保时捷 4S 店里买车的照片，底下的评论也很精彩。他年纪都可以当爹了吧？真是为了钱无下限。这千万姐真牛逼，居然敢惹我们的江大小姐，真不愧是千万姐。我认识她，是艺术学院的白清理，捞女实锤了。下面还有千万姐前男友许四的现身说法。这人是我的前女友，虚荣心特别强，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有不同男人给她转账，所以她现在要讹新月这么多钱，就不足为奇了。希望大家擦亮眼睛，认清捞女，拒绝戴绿帽子。后来，江新月的脑残粉甚至对云锦发动了攻击，他们抨击这种传统服饰的老土。应该鼓励外来文化流入，我们就应该多多穿着洛丽塔这种充满特色的服饰。其实稍微想下就知道，这肯定是江新月为了拉踩我而故意发的帖子，而那些不良言论都是他花了大价钱找了水军发的。舆论发酵到顶峰，我一下子变成了其他人谈论抨击的对象。走在路上，我也会收到很多人指指点点，看，这就是那个捞女千万姐，长得确实还行，难怪能让大叔给她买保时捷呀，真恶心啊！这种人真是为了钱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在路上看到许四，他殷勤地在江新月旁边为他拎包倒水，以前怎么没意识到这人有舔狗的潜质呢？许四迎面走来，朝着我得意地吐了吐舌头。怎么样，千万姐，成名后的感觉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再帮你加火呀？面对这种人渣，最简单的就是武力解决。我毫不犹豫地就给了他一拳。抱歉啊，人狗殊途，我们两个没啥好说的，你还是好好的去当江家的看门狗吧。然后我又看着江新月，用嘲弄的语气对他说，麻烦看好你俩的看门狗，千万别放它出来咬人啊。说完我转身就走了。许四气得牙痒痒，可是现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他又不能干啥。师母告诉我要忍，但是一旦触及到我的底线，我是不可能再忍的，特别是已经损害到云锦的名誉了。几天后，诬赖我的那条帖子已经火到了一定境地，我知道差不多时候该让其他人知道真相了。我录了一个声明视频，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，将它发了出去。同学们，你们见到的视频并非全貌，而是江同学故意损毁我的云锦在线。我要求他的赔偿也是建立在市场合理的基础上，并且这个钱并不是交给我的，而是交给我们的南城博物馆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出具警方的调查报告以及出警记录，证明云锦被恶意损坏的事实。还有很多人关注的那个 4S 店给我买车的男人，那人是我亲爹，你们不觉得我们长得很像吗？这不会也犯法吧？希望所有的同学能够以事实为准则，
不要被有心之人利用，共同维护和谐的校园环境。我说的言真意切，有理有据，并且出示了事发当天完整的视频，以及我和我爸从小到大合照。就这样，画风突然，很多人站在了我这里，除了一些江心月的铁杆粉。没想到江心月居然这么霸道，就算那是一件普通衣服，他也不能直接去捡啊！这波我占千万解，我不信能买得起保时捷的人会这么做。我们月月家庭条件好，所以脾气大点怎么了？有些人别不识好歹，有一些人也站出来指责江心月曾经仗势欺人，经常做出一些出格的行为。事情被炒得越来越大，网上对江心月的负面消息越来越多。要看事情快要不可控的时候，那个帖子被原作者删除了。对于此，我并不想深究，毕竟我不想浪费时间在这上面，所以关于此事的风波也暂时告一段落。1个月后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我的师兄傅思昂打来的，带着一丝戏谑。小师妹，听说你遇到麻烦了？我语气淡淡，遇到2个极品，不过好在已经解决了。傅思昂继续开口，师母和我说，那件霓裳已经修复好了，我过2天就带给你。我忍不住跳起来，太好了！傅思昂，小师妹，你有没有兴趣和我参加一场时装比赛？我用霓裳吗？傅思昂，对，这次比赛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艺术展示，对云锦的宣传和文化碰撞大有用处。不过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，听说那个极品之一江心月也要来参加，这货什么时候和江心月又扯上关系了？在我的继续追问下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傅思昂长相不凡，气质出众，所以他经常参加走秀和 T 台活动，而江心月表面上是傲娇大小姐的样子，但是私底下看到帅哥就走不动道。而傅思昂有一次参加江氏集团举办的活动的时候了，被江心月看中，然后就开始对傅思昂死缠烂打了。现在得知傅思昂要参加这个时装秀后，他吵着嚷着也一定要参加。我淡淡的笑了，我只是去宣传非遗文化，展现云锦之美的，他去不去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电话那头的傅思昂点了点头。对了，师母让我给你带一句话。他说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了，他老了，比赛的目的不是为了赢，而是要将云锦让更多的人所熟知，并且喜爱，要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中国文化的魅力。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师母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几天后，傅思昂就来到了我这里，将修复好的霓裳带给了我。1、2年不见，他还是那么的英俊帅气，气宇轩昂，难怪江心月看到他就走不动道。但是我的心思都在霓裳上。我打开修复后的霓裳，真不愧是师母最爱的作品。霓裳显得更加光彩夺目，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显得那样的熠熠生辉。我小心地将霓裳好好收纳，这一次我不可能再让它受伤了。时装秀比赛现场来了很多不同国家的秀者，有穿着英姿飒爽的蒙古袍，也有穿着英国的凯尔特晚礼服，还有穿着俄罗斯的异域服饰，真的是一场视觉的盛宴，各有各的美。江心月看到了我，立马趾高气昂地走了过来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比赛的要求这么低了吗？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参加？改天啊，我得和主办方提个意见，比如啊，狗和白青狸不得入内。哈哈哈！傅思昂走了过来，他故意摸了摸我的脑袋。小傻瓜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？江心月见到傅思昂来了，立马换了一副脸色。傅哥哥，你也来了呀？
等下你一定要好好看我表现哦。对了，你旁边的这个白清理可不是什么好人啊。傅哥哥一定要擦亮眼睛。傅斯昂眼睛都没看他一眼，劳烦关心，我眼睛好得很。还有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嘴碎的女人。江心月再傻，也听得出傅斯昂说的是他。他气呼呼地走了，看着江心月远去的背影，傅斯昂抬头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看来你这个冤家可不好对付啊。”我笑笑，放心吧，我已经有计划了。江心月是第一个出场的，她居然穿着一身纯白色的洛丽塔出场了，可爱却不庄重。主持人热情地介绍着，第一个出场的是我们的江大小姐，她穿着洛丽塔，像一个纯洁的小公主一样向我们走来了。台下立马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。虽然她的服饰及表现并不出众，但是这场比赛江氏集团作为最大的赞助商，自然是排了很多人给大小姐打油打气的。接下去穿着别国服饰的参赛者一个一个完成了展示，而我穿着霓裳最后出场。现场的都是服饰文化的爱好者，自然对云锦较为熟悉。霓裳鲜艳的面料和独特的花纹已经让不少人惊叹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云锦吗？真是百闻不如一见，果然是锦中之冠啊！真是太美了，我何德何能，这辈子居然能看到如此美的云锦。我站在台上，现在我有个不情之请，麻烦灯光师将强光打到我的衣服上。江心月在台下不满地叫嚷着：“蠢货，你以为你就这样故弄玄虚就能获胜？你就省省死了这条心吧！”我没有理会他，灯光师也将强光直射到了我的衣服上。刹那间，我身上的云锦上的精致花纹变成了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。没错，师母在修补这件霓裳的时候，加入了特殊的金线和手法，所以在强光照射下，胸前的这一块会隐隐约约的凌云山河，无不让人拍手称好。全场寂静，1分钟后，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。经久不衰，我向台下深深鞠了一躬。我知道非遗文化传承的意义在这一刻获得了最大化。台下的评委不约而同地给我打了最高分，我的第1名实至名归。我怀着激动的心站在台上，开始发表我的获奖感言。第1名属于霓裳，属于这件云锦的制作者霍云大师，更是属于所有非遗瑰宝，而我只是民族文化一个小小的传承者。台下又一次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，大家都沉浸在民族文化的璀璨中。突然间，江心月冲到了台上，他用手指着我：“白清离，你就是一个小偷，你偷走了这件属于我的霓裳，我才是霍云大师的关门弟子。”很好，鱼儿上钩了。这年头居然还有冒认别人师傅的。我并没有马上揭穿他，因为我要等着等下狠狠打他的脸。我斜着眼睛反问江心月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早揭穿我，而偏偏等这时候呢？”江心月冷哼一声：“其实我早就发现了，但是因为我想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”随后他拿起话筒，面向所有观众，目光动容。我不怪他抢走了我的霓裳，但是他损害的是我们热爱民族文化的心。我不想看到大家被这样一个心机女耍得团团转。他这样的行为是可耻的，是有损我们非遗传承人的利益的，是传统文化的败类。说完，他就拿出一本厚厚的纪念册，上面都是霍云大师在制作云锦时候的手稿和一些老照片。江心月言之凿凿，这都是霍云师傅教给我的，所以我就是他的关门弟子。我冷笑道：“这么说的话，
你应该对我身上的这件霓裳很熟悉喽。那你说说，这里面有多少座山，多少条河？江心月一下子愣住了，他刚才根本没注意看霓裳所呈现的图案，所以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回答出来。他突然间捂住了自己的脑袋，我的头有点疼。白清理，都是你害的。主持人见状，连忙出来应和：对对对，江大小姐每天事情那么多，怎么可能记得这种事？现在的事情已经很明确了，就是你偷了我们江小姐的霓裳，不知道谁带的头。台下又响起了连贯的口号声：小偷滚出去，小偷滚出去，小偷滚出去。江心月一脸得意地看着我，因为他知道一旦沾上这个污点，我的人生将毁于一旦。他的目的就是将我狠狠踩在脚下，永远翻不了身，是吗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我拿出手机，翻出了一段监控视频。视频里面是许四偷偷潜入我的休息室，从我没有上锁的柜子里偷走了师母交给我的手稿及照片的画面，从而顺利让我的计划形成闭环。早在今天的比赛前，我和傅思昂故意说一些关于手稿的事情，让江心月听见，而一心想打击我的江心月势必不会放过这次绝佳的机会，就让他的舔狗许四实施了这个偷窃的行为。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早就在储物间装上了摄像头，许四的一举一动早就被拍摄了下来。江心月还想着狡辩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根本不认识这个许四，我是霍云的徒弟，我看谁能拿我怎样。我有点无语，这人装徒弟还装上瘾了。我正想揭穿他，这时候秀场的大门被啪的一下打开，进来一个中年男士，他搀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这两人正是我爸和我的师母。这位小姑娘，你可千万别乱认师傅哦，我的2个小徒弟今天都在这里。话音刚落，我和傅思昂上前一左一右就搀扶住了霍云，异口同声地喊道：师母。师母微笑地看着我们，好，都好。随后他又叹了一口气，没想到一件霓裳闹出了这么多事，非遗文化本没有优劣，而民族特色更是没有胜负。本想让更多的人喜欢云锦，认识云锦，结果却台下已经有稀稀碎碎的声音响起了。这么说，那个江心月才是冒牌货喽？这也太惊世骇俗了吧！居然还有冒认师傅的！我就说嘛，那个江心月毫无气质，怎么可能是霍云大师的弟子呢？江心月的脸色非常难看。你听他们放屁，那个贱人才是冒牌货，别听那个疯婆子瞎说。啪的一声，江心月的脸上挨了一巴掌，她的头发凌乱地披散了下来。原来是江老夫人赶过来了。江心月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孙女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江心月紧紧捂住自己的脸，奶奶，你居然为了那几个贱人打我！江老夫人叹了口气，月月，你现在真的太让我失望了，你是真的错了呀。很快，这件事被媒体报道，上了热搜。活久见，江大小姐冒充云锦传人之徒，为哪般？大跌眼镜。名校学生化身雌雄双盗，江心月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变成了众人嘲笑的对象。可是这一切都是她自己咎由自取的结果。没过多久，江老夫人来到师母面前，牢牢地握住师母的手。人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小江啊！众人惊愕。江老夫人慢慢讲述了他们之间的故事。原来当初的江老夫人穷困潦倒，后来是师母给了她一块云锦，她用这块云锦换了一笔钱，她才得以活了下来。后来江老夫人才知道她的恩人叫霍云，她用这笔钱
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，这样才有了现在的江氏集团。难怪当初江老夫人听到霍云这个名字后会那么激动。可是师母退隐之后，不喜热闹，对于所有的拜访都拒之千里，所以江老夫人一直没有机会再见恩人一面。但是一见面就发生了这种事。江老夫人握住师母的手，恩人，这是新月的错，让你见笑了，后面我一定严加管教。江新月听完，突然间面目变得狰狞，不可能，我才没错，白清离，要是没有你，我怎么可能变成这样？说完，他就拿了一把刀向我刺过来。尽管傅斯昂很快反应过来护住了我的手还是被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，鲜血直流。现场的保安报了警，并且将我简单包扎后送往了医院，而江新月随后被警察带走。要不是傅斯昂出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同被带走的还有许四，他偷窃的那些手稿价格不可估量，早就到达了立案标准。江新月和许四要在监狱里度过自己最美好的青春了。江老夫人来到我的病床前，两眼通红，她紧紧抓着的手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教好新月，现在害得你这个样子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没事，都过去了。而我的师母继续退隐江湖，去她的织造局养老去了。她为云锦付出了太多，是该好好休息了。为了弥补对我的亏欠，江老夫人决定将江氏集团全年盈利的10%交给我，由我自由分配。我将这笔钱都捐了出去，用作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。链接过去，承在当下。我们都有责任保护好这些在灿烂的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的文化瑰宝。出院那天，傅斯昂过来接我，阳光下的他笑的是那样好看。小师妹，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仗剑走天涯？好啊，放心，我会一直保护你的。我知道未来的生活一定很美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